朝鲜援助俄罗斯又有了新变化，大批列车驶过俄朝边境线，向俄罗斯进发。车厢里装的是什么？美国截获伊朗武器援助乌克兰，能发挥多大作用？俄军的苏35战机又被自家防空导弹击落，这是开始自乱阵脚了吗？据美国智库和外媒的报道显示，在普京和金正恩举行会晤后，俄罗斯和朝鲜之间的火车交通量就在急剧增加，远超以往的规模。有高分辨率卫星图像显示，仅10月5日这一天，在俄朝边境交界处的一处铁路设施内，就至少停放了70个货车车厢，这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在过去5年的时间里，从未在该站内发现超过20个货车车厢同时停放的场景。现在停放的货车车厢数量是以前的3到4倍。鉴于此，美国智库分析认为，俄朝之间火车交通量的急剧增加，很有可能表明朝鲜在向俄罗斯供应武器和弹药。不过，美国智库也坦诚，这些只不过是一种猜测，因为无法确定车厢里运送的是武器弹药，还是其他一些正常的贸易商品，所以有关朝鲜对俄军援说法的真实性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大家想必也知道，凡是涉及秘密军贸方面的合作，即便是真的，交易双方也不会主动站出来承认，就像现在一样。朝鲜和俄罗斯方面对美国智库的说法均没有做出任何回应。那俄朝之间突然增加的火车交通量运输的会是什么呢？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表明俄朝之间突然增加的火车交通运量跟朝鲜对俄军援有关，但考虑到俄朝高层近期频繁互动，以及俄罗斯有意加强与朝鲜进行军事合作的举动来看，双方即便存在军火交易，好像也不令人奇怪。今年7月，绍伊古领头的俄代表团访问朝鲜，在此过程中，绍伊古多次表示，俄罗斯愿意在军事技术、人员培训、反恐等领域与朝鲜加强合作。之后到了9月份，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专列就一路北上，开启了时隔4年的首次访俄之旅。而有意思的是，普京与金正恩会面的第一站就选在了带有军事属性的东方航天发射场。在参观现场，普京和金正恩共同参观了联盟2号运载火箭发射装置，以及俄罗斯航天局正在重点建设、即将完工的安加拉系列运载火箭发射装置。而且与2019年那次的出访相比，朝鲜这次的随行人员大多以军方高层为主，比如朝鲜军方一把手、军委副委员长李秉哲、朝鲜海军司令金明植等一众高官。这些人都是朝鲜军方的实权人物，都是各自领域的一把手。而除了第一站与普京会晤参观东方航天发射场外，金正恩访俄期间还依次参观了位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工业城市共青城以及海参崴，并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实质性的双方军事合作问题交流。共青城是俄罗斯的军事工业重镇，俄军苏57的生产基地和一个建造潜艇的造船厂都设在这里。从距离上看，共青城离东方航天发射场大约有1100公里，坐火车的话大概需要花费9个小时。可即便如此，朝鲜访问团还是不辞辛苦地来到这里，足以看出朝方想要发展军事技术的决心。而在海参崴，这里有着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的总部，同样也是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重要军事港口。金正恩在绍伊古的陪同下登上了俄太平洋舰队的军舰，参观了军舰设备以及相关的导弹。事后，金正恩和绍伊古就军事合作问题进行了交谈，共享了对地区及国际军事政治局势的看法，并就有关进一步加强俄朝两国武装力量和国防安全领域战略战术协同合作与相互交流的务实问题交换了建设性意见。值得注意的是，在金正恩返程前，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州长科热米亚科还为朝鲜领导人送上了礼物，正是俄罗斯制造的6架新型无人机，包括一款侦察无人机。
从朝鲜访问团的3站行程地点来看，他们都是具有军事属性的军事重镇。这说明金正恩此次访俄的主要任务大概率就是奔着军事合作去的。毕竟对于朝鲜来说，他们在高技术军事领域存在很大短板，比如潜艇发动机、卫星定位系统以及核潜艇动力的相关技术等，朝鲜是没有的，但这些东西恰恰是俄罗斯所具备的。现在有此合作契机，朝鲜自然不想放过。同时，这也是为什么朝鲜访问团的行程都是围绕航天和军舰制造等领域的军事重镇进行的。客观来说，从朝鲜访问团的行程地点来看，俄朝两国在军事方面的合作早已不再避讳，只是目前双方还没有承认和宣布。而且火力军觉得，俄朝之间的军事合作本质上其实是一种各取所需的合作模式。因为打了20个月的俄乌战争，现阶段的俄罗斯极度缺乏152毫米榴弹炮和火箭炮等在内的武器弹药，但这些东西朝鲜却很充足。而朝鲜虽然在火箭炮领域具有很大优势，却在高技术军事领域存在很大短板，所以双方在军事领域合作的概率挺大的。朝鲜可以通过向俄罗斯提供火箭炮等武器弹药来换取大量紧缺物资，甚至包括卫星定位系统以及核潜艇动力等先进技术，来补齐朝鲜的军事短板。这可能就是视频开头提到的俄朝之间火车交通运量激增的原因。当然，目前以上说法仅是一种猜测，至于真相到底如何，还得看之后能否拿得出确凿的证据，进一步佐证相关的说法。而同样缺乏武器弹药的乌克兰，幸好有着北约当后盾，才能对抗到现在。而最近，作为援乌第一大国的美国，又把一批在阿曼湾截获的运往也门的伊朗武器弹药转交给了乌克兰，从而助力乌军对抗俄军。那么这批武器弹药数量有多少？美国为什么会缴获伊朗的武器？这批武器弹药在乌克兰战场上能发挥多大作用？据美国方面的说法，这次转交给乌克兰的有5000多件进攻性的武器和110万发子弹。之所以会被美军截获，是因为这批武器弹药都是试图用来武装胡塞武装组织的，这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决议。当初为了促使也门内战结束，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禁止各方向胡塞武装提供武器。现在既然出现违反的武器，自然也就要进行收缴。此次负责截获的美军是美国海军第5舰队，它是美国海军6大舰队之一，归中央司令部管辖，其辖区范围从波斯湾、红海、阿拉伯海到东非肯亚的印度洋海域一带。司令部设置在麦纳麦，位于巴林。美国在中部地区的军事行动基本都由他们负责。目前，据美军中央司令部10月4日表示，截获的这批伊朗武器弹药现已转让到了乌克兰，而且这批弹药对援助乌克兰有着特殊意义。虽然这批轻武器弹药数量有110万发，但乌克兰战场上的弹药消耗量是非常大的。据美联社报道称，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光是美国自己就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3亿发轻武器弹药和榴弹。所以单从数字上看，110万发子弹算不了什么。乌克兰军方对此也表示，这批武器弹药会给乌克兰的步兵和地面部队带来一些帮助，但要想改变战场上的局势，乌克兰现在最需要的还是远程火炮、中远程导弹，还有防空系统等武器。目前，乌克兰正在等着欧洲国家兑现承诺，尽快将此类武器进行交付。当然，把截获的伊朗武器弹药提供给乌克兰，用来抵抗俄罗斯，也是有特殊意义的。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德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将继续利用我们掌握的一切法律授权，来支持乌克兰争取自由、民主和法治的斗争。”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阿比盖尔·哈默克上尉也说，这是首次将收缴的武器移交给乌克兰。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依赖伊朗制造的无人机来攻击乌克兰，现在乌克兰军队也将使用伊朗弹药来对付俄罗斯军队，一下子援助乌克兰的渠道变得更多了。
在最近的俄乌战场上，俄空天军的苏35又倒了大霉。综合外媒报道称，俄军 S-300防空系统于9月29日在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的托克马克上空击落了一架俄军苏 35S 战机，机上的飞行员当场死亡。苏 35S 要是会说话，肯定会说：“老子倒血霉了，出生在俄罗斯。”关于这次误击事件，与俄空天军关系密切的电报频道暗讽道，又有一架俄军战机被友军火力击落。按照我们英勇的防空部队的工作力度，我们很快就会失去全部飞机。与此同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之风频道也发布了一段疑似俄军苏35被友军击落的事发画面，并发文表示，俄罗斯士兵在托克马克附近使用 S-300飞弹击落了自己的飞机，并讥讽俄罗斯防空部队与俄罗斯苏35战成1-0。不过，对于这些流传的视频和图片，俄罗斯国防部跟以往一样对此保持沉默，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回应。而据开源情报网站 Oryx 指出，此次误击事件至少是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空天军损失的第5架苏35战机了。当然，这个数字其实应该更高才对，只不过 Oryx 只计算了通过它验证的数据而已。另外，据英国国防部统计显示，俄罗斯在与乌克兰的战斗中已经损失了约90架固定翼飞机，而在俄乌开战之前，俄罗斯拥有约900架战术飞机，也就是说，目前已有1/10的俄军飞机在乌克兰被摧毁，而这些包括苏35在内的固定翼飞机，大都是被乌克兰防空系统击落的了。所以，为了躲避乌克兰防空网的压制，像苏35这样战机一直在进行低空甚至超低空飞行，像苏34这样的轰炸机则更多是发射滑翔制导炸弹。只有苏25强击机和卡52武装直升机等少数机型才会冒险闯入乌军野战防空网，发起近距离攻击。但即便如此，其也是主要发射远程反坦克导弹攻击目标。可万万没想到，俄空天军费尽心思钻乌军野战防空网存在漏洞，才把俄军战机的损失降下来，却直接被自家防空部队偷袭了，这谁顶得住？现在俄空天军恐怕是不敢上天了，不仅一上天就要面对乌军野战防空网和自家防空部队的打击，而且连苏35这样的新锐战机都会被连续击落，其他机型估计也是送菜。目前已经有网友调侃乌克兰防空部队了，称其再不努力，战绩很快就被俄军防空部队超越了。而对俄军防空部队也调侃称，不愧是专业防空，作战一视同仁，只要是会飞的进入其导弹射程范围，一律先打下来再说，一点不在乎防空识别，打下来再识别也一样嘛。不知道大家看到这则消息时是什么反应？反正火力军看到时笑成了乐子人。大家觉得俄空天军还能坚持吗？好了，关于朝鲜援助俄罗斯、美国截获伊朗武器原物以及俄军闹的大笑话，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